因为股市这么糟嘛，其实正是跟朋友、家人联系跟维持友谊的好时机，互相取暖。对，也就是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打开一下对账单，就说，哎呀，你亏30，我亏40啊，哈哈哈。各位观众，上周我们正式进入了熊市。整个市场大盘跌超过20%就可以称之为熊市。S&P 500，然后跟纳斯达克在2月中达到高点之后，4月7号进入了盘中的新低。S&P 500跌了22%，纳斯达克跌了26%，熊出没。那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想知道这个熊市到底会跌多久？到底是刚开始，还是我们看得到终点？我们从历史当中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所以这边看起来，哇塞，有点恐怖。就是我们先看一下最古老以前的，就是100年里面最早期的第一次是1929年，大家都在聊的经济大萧条的时候，跌幅86%，持续时间34个月，快要3年的时间。然后如果我们往近期一点看，大家耳熟能详的网络泡沫，2000年的时候负49%，然后持续时间也是30个月。不过到近期就是上个是次贷危机，2007、2008年那段时间跌了57%，时间是17个月，也是很长的，动不动就超过1年3年。然后到最近期呢，2020年是 COVID 跌了30%，但时间很短，只有一个月。然后在比较近期的就是2022年升息加通膨跌了25%，大概是9个月的时间。平均来说呢，我们整理了一下，熊市平均持续时间大概是14个月，大概是1年左右的时间。然后跌幅是35%，最长是34个月，最短是33天左右。2023年跟2024年其实大盘都涨了超过25%，来一个熊市似乎也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事情。好，那我就算猜到了，投资人到底该怎么做呢？所以这题我们帮大家一起问了一下 Coach J。如果有关注我们上一集的朋友，应该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已经把所有股票大概分不同的级别，也就是在股市波动的时候，刚好也可能会是你优化投资组合的一个好的时机。把 C 级、B 级甚至 A 级股票换成更好的 S 级或 S Plus 级，然后那些好公司，因为它有很强护城河，上次有说，包含它的价格可能相对它的合理价有一些优势，所以呢，它在整个大盘反弹的时候，股市反弹的时候，它应该反弹的力度应该也是会比较大。当然 ，Coach J 也是跟我们提醒一下，因为你要能够承受这些短期波动，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投资的资金最好是你至少12个月不会用到的资金，因为你就比较能够承受短期的亏损，然后再加上你已经优化完投资组合，理论上呢，你都做到以上，应该你不会失眠，或者是感到不快乐。那如果还是这样的时候，那你就不是真正的快乐。不快乐的继续留下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一些心理原则可以帮大家一起走出这个低谷。为什么快乐跟睡得着很重要呢？因为我们举一个最近期的例子，就算在过去这段时间，从2月中到4月初，市场是一直蛮激烈的往下，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讲都在讨论一个问题，说我要不要杀低，赶快卖出。4月9号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例子，也就是在4月8号、7号，刚刚有说股票一直大跌的情况下，可能假設你4月9号一开盘就说好，我真的不能再接受这个损失了，我要出场全部卖出。4月9号当天大盘 S&P 500上涨了10.5%，纳斯达克上涨了12%，然后不包含就是很多个股其实都冲了20几%，其实在短短1天就补回了2个月一半的跌幅。但是如果你在4月8号就出场了，你可能就损失了，可能就是1年的报酬，以大盘来说。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如果是市场想要 time the market， 其实是有点困难的事情。所以能够对我们来讲比较好的策略就是保持平静，还是维持原本的策略，然后尽量留在市场。只不过这个说的容易，做的难。所以今天不跟大家讲一些就是比较技术上面的分析，我们就从心理的层面跟大家分享一些心理的原则，在这低谷的时期或是熊市的时期，毕竟有1年，平均啊，就是怎么去应对，有一些参考的依据。原则1：损失趋避。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损失趋避就是一个认知的偏误，就是大家对于损失的痛感会远大于等同的获利带来的快感。你损失了100块钱的痛苦，其实远大于你赚了100块钱的快乐。尽管它在数字上看起来是一样的，这个认知的偏误往往会影响到你财务的决策，就感觉上是不一样。平均来讲呢，损失的痛苦大概就是获利的快感的130%。那从数值上来看呢，就大概是你要赚大概1.5到2.5的获利，才能够消失1块钱的痛苦。也就是你损失100块，你可能心里要开心一点，可能要赚150或是到250块。那这当然在不同的年龄层，还有不同文化，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别。我们从这个表里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参考一下。就这边有男生女生，红色是女生的，对。然后他们其实当然女生你可以看有一些年龄层会高高低低这样，比较大差异会是在年龄层。不管是男生或女生的数据看起来，对，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微笑曲线。对，感觉中年人相对于年轻跟年长者来说比较不怕损失。对，那这个可能跟收入能力有关，因为中年可能会是家里已经是经济支柱，但年轻跟年长的可能在赚钱能力上面不是还没开始，就是可能已经到末端，相对来讲对于风险承受度、耐受度也会比较低。如果在熊市里面，根据这个，大家看到红字就会比较容易恐慌，然后会想要赶快止血卖出资产。那如果大家可以比较早知道说，这其实有可能是一个认知偏误带来的行为的话，可能就比较不会太快的离开市场，而错过了之后的反弹。因为
唯一的问题，我们要问自己说，熊市会不会是一辈子？刚刚看起来数据是有可能会蛮长，只不过熊市过后，长期来说股市还是会往上涨，所以留在市场可能还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如果你的投资组合是大盘或者是比较好的股票，好，Coach J 这边给我们的建议就会是：第一，一定要用大概12个月，至少12个月啦，然后最好是到24个月都用不到的资金。第二呢，就是尽量股票是有一大部分投在大盘，然后跟自己觉得比较好的 S Plus， 因为每个人的 S Plus 可能会不太一样，好的股票长期持有，不要害怕短期的损失，留在市场，这样子长期来讲的获利可能会是比较好的情况。心理原则2：从众效应。跟风，其实牛市跟熊市都一样，牛市大家也会跟风，疯狂买股票，然后每个都少年股神。到熊市也是一样，疯狂卖，就是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到底别人怎么说，专家怎么说，到底这个方向怎么样，到底会不会熊市，到底熊市会不会结束，还是刚刚开始？这种情况其实最明显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就是市场崩盘的时候，所有人在大量抛售的时候，因为现在媒体啊，各个专家其实都充斥着悲观的情绪，然后越多人恐慌卖出，就越多人跟着卖，所以形成一个非常负向的循环。那这也是为什么接下来大家一直看到这股市一跌还有一跌跌，也是个人之常情。回到巴菲特一句名言，就是别人贪婪的时候我们要恐惧，但是别人恐惧的时候，也就是现在，我们虽然小怕怕，但是我们可能不能那么怕，因为呢，从众效益如果是真的话，长远来说要获利的话，一定是要反群体的行为才有可能获利，因为你跟着大家一定就只能慢一拍，只能够反群体才有可能达到不一样的效果。这边 Coach J 给我们3个建议，第一个就是投资自己懂的东西，你就算知道群体在想什么，在做什么，这件事情固然重要，不过你的投资还是根据你了解或者你自己做的功课。当你知道了，你有做好你的功课，其实应该也会减低人云亦云的这个担心。然后第二个，如果像看新闻啊，或者看一些媒体的报道，会让你更焦虑的话，尤其在这段时间，其实应该可以减少，或是不要看，也不需要太过度关注自己的投资组合的上下跑动，那你也会减少焦虑。第三呢，如果像之前刚刚说，你已经都买大盘了，或是你自己买自己的 S Plus 股票，那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天天盯盘，因为你也不是短期交易者，你就长期留着就好。所以这段时间基本上也不太需要看，这就是 Coach J 给大家的建议。原则3：锚定效应与静音偏误。那锚定效应呢，是每个人在决策的时候过度依赖某一个时期或是某一段资讯，然后根据这个资讯做决策，即便那个资讯现在可能已经过时了，所以这是锚定效应。然后另外一个是静音偏误，这个可能比较常理解，大家会过度重视最近发生的事情，进而忽略更长期或是一个历史的趋势，所以短期的波动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个长期一直会持续的事情，但事实上把长期拉开看，有些小的变动可能只是一段小时间会发生的事情而已。这2点合并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投资人包含我们自己，常常就会有锚定在最近的资讯，所以2个有可能同时发生。比如说 Nvidia 基本上好公司嘛，之前飙涨到145的时候，当它回跌，大家就说140块赶快上车，不上车没机会了，要冲200。但是呢，这一波从2月中到现在跌到了90多块，大家说那我不行，再接受这个损失，我赶快卖掉，因为它有可能还会继续往下跌。但如果大家先冷静一下，先不要管它内在价值 ，Nvidia 这间公司有短短在1-2个月内，整个价值缩水了35%吗？它的获利能力跟它的护城河，跟它现在所有出货的状况有少35% 吗？这件事情答案当然不会是非常肯定、绝对的结果，但是方向上应该没有那么夸张，短期内竞争力啊、获利能力跌那么多，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也就是说，不要锚定在你买进的成本，或者说到底该不该现在要卖出，因为这个讨论点就常常会让我们在牛市的时候追高，在熊市的时候低卖，长期来说对我们整体的获利也会比较差。Coach J 给大家最后的建议就是，投资原本就是高低起伏并存，所以它不是一个直线向上，它就是一个锯齿状的向上，所以不要太在意到底哪一个点是应该买进或是卖出，主要能够拉长期一点，长期持有才是重点。原则4：挑战负面情绪。我觉得刚刚听完前面啊，其实最困难的还是心理的这个悲伤，也就是恐惧，对金钱损失本能的一个反应。分享一下著名 Cooper Ross 的悲伤5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否认，你没有亏钱啊。然后呢，你否认完了之后就会愤怒，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早点卖啊？讨价还价。其实我现在再买下去的话，应该就可以摊平，然后沮丧，好像真的不行。然后到最后接受。就这样吧，我已经佛系投资了。以上5个阶段其实都是正常，大家可能都各自在不同的阶段。那除了恐惧，还会出现幻灭感，因为上一波牛市太猛了，迅猛，就是太多兴奋、乐观情绪，原地退休的感觉。但是从那个时候变到现在，就取而代之就是一个怀疑跟悲观，你自己的投资策略是不是有问题啊？市场是不是没有办法给我们10% 的报酬啊？等等等，就会有这些情绪，是非常非常正常。需要学会的就是如何一起走过这个悲伤的循环。只要我们相信会有反弹的话，反弹它就是会来的。
对啊，因为市场反映的是大家整体的对想法嘛，对对未来的预期。对啊，那只要预期有一点，又开始反转了，熊市的尽头就不远。上一次熊市也只有9个月而已啊，最短的还有33天的。对啊，那假设这样的话，说不定年底，下一波牛市就来了。所以这个当然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猜测，跟大家分享一下。那 Coach 这给大家建议有几个啊？我在这边呢，就比较多是鸡汤类的建议了。第一呢，照顾好自己，自己先顾好，你才有强健的身心灵去面对市场的波动。其实还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用未来1年用不到的资金去投资啦，那至少你不会影响到日常生活嘛。然后第二呢，是继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你还是要维持生活，还是要过下去嘛。该煮饭煮饭，该上班上班，该运动运动，去运动，然后包含睡觉，千万不要独自在家陷入悲伤的情绪当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经历过一大波熊市，所以班杰明跟我现在开始大部分时间都拿去运动，我们要重启运动频道。好，那这是很重要的。然后第3个呢，还是要有感恩的心，乐观其实很重要，就是感恩的心。其实大家有的可能都比想象的还多，其实快乐还蛮简单的，只要有感恩自己拥有的，选择乐观，很多事情会是朝着比较正向的方向去发展。最重要的是，因为股市这么糟嘛，其实正是跟朋友、家人联系跟维持友谊的好时机，互相取暖。对，也就是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很糟，但跟大家朋友分享一下，只要互相取暖一下，打开一下对账单，就说，哎呀，你亏30，我亏40啊，哈哈哈。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其实也是长寿的秘诀之一。真的耶。对啊，就是睡眠、运动跟人际关系，其实非常重要。好，最后跟大家再说一下，熊市其实不全然是坏消息。假设过去50年来看，报酬最高的往往是熊市之后的反弹，所以也就是你留在市场上，熊市之后的反弹是会带给你很高的报酬，因为好公司往往就在那个时候有低买的机会。其实它不只是一个财务投资上磨练，也是一个心理的磨练，让大家能够更成熟，为未来做好准备。正如尼采所说的，杀不死你的，可能杀得死我；杀不死你的，并让你更强大。我们大家一起共勉之。那希望我们能够撑到下一支影片，下一支影片再见。